Hello，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 Lucy， 专注分享实用的股票投资知识。今天是10月10号，市场复盘来了。Lucy 会从技术面和消息面带你一起拆解行情，看懂资金动向，把握市场节奏。如果你也想抓住下一波机会，记得点击订阅，再打开旁边的小铃铛，这样每一期干货视频你都不会错过。我们马上开始。今天我们同样从2个方面呢来去给大家分析一下美股的行情。那第一个方面呢就是纳指行情走势。那到目前为止呢，我们看到现在还是一个上涨趋势，所以我们说上涨不言顶。那在新一轮的一个结构9之后呢，我们还要再等一个13，是近期呢纳指的一个行情走势的一个习惯性的一个表现。那第二个方面呢，就会看一下热点股票。那像今天呢 ，Lucy 会为大家去分析一下特斯拉、CRWV、SOCO、PLTR、英伟达、MSTR， 还有我们粉丝朋友想要 Lucy 分析一下 RDDT。如果 Lucy 的分析是对你有帮助的，可以评论区留言888，或者说你有想要分析的股票呢，在视频下方也可以留言。那 Lucy 看到后会在下一期视频为你讲解。感谢大家的支持。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股票的行情走势。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张图表呢，是纳指的日线走势图。那纳指呢，我们在上一周的一个直播里面呢，去给大家去讲了怎样去数这个结构9。那么我们数到了这一根十字星呢是第一天，那么本一轮的话，结构9呢就是走完了，而且呢是在昨天的一根这个长下影线的这根阴线里面走完的。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就从它的一个趋势来看的话，这个过程它的一个上行的一个飘带呢，其实还是在这个稳步的一个上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紫色飘带它3条均线的一个距离呢还是一样的所以说它的一个走势还是比较平稳的。那9号 K 线出现之后呢，我们大家都知道，那在这一轮的一个拉升过程中，那远的不说，就是近期的一个月之前，我们看到9号 K 线呢在这个位置，而且它后续呢也没有这个跌破，等于说这一天呢短暂跌破之后呢又出现拉升，所以在这个过程我们要再等什么？再等13号 K 线。所以说今天这个9号 K 线我们依然要像之前这样的一个情况来处理。所以说后面呢，我们等到了13号 K 线之后呢，它出现了一个回调。所以本一轮的这个结构9的话，它是否能继续这个上行，或者说它能不能走出13号 K 线，那么也是我们想要去这个分析的。那在这个过程中，那我们一定不要破的一个点是哪里呢？就是这个9号 K 线的一个最低点。那我们来画一下，看一下这个点位是多少。那么它的一个具体的点位是22,899，我们可以约等于22,900这个位置。所以说取这个整数位的话，大家要知道，就是说这一个9号 K 线给我们的一个参考呢，就是在接下来的一周这个走势呢，它是不能跌破这个点位的。它今天如果说出现一个阳线反包继续上行的话，还好我们的一个持仓呢是不用变化的，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大家看到哪一些股票有机会呢，也可以做一做短线交易。但如果说咱们的一个指数的话，那在收盘的时候跌破了这样的一个点位的话，那我们近期呢就还是要减一减仓，控一控风险。因为今天呢它也是星期五，本周呢是收一根这个周线出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周线呢是出现本周呢是7号 K 线。其实说收周线这个位置呢问题并不大所以说现在目前来看呢，纳指呢风险并不是很大。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只要把防守位守好就可以了。那大家可以记住这个22,900这一个点位到目前为止，其实纳指它的一个变化幅度并不是很大，所以大家知道在这个过程中，就是权重股的一个轮番上涨，对它的一个影响呢，会是一个这个有节奏的一个上行。当然我们看它的一个 MACD 呢，现在没有太大的一个参考价值了，因为它在这个0轴上方，离这个柱体呢也是比较远的，但是它也是纠缠在一起，没有说金叉或者是死叉看的比较明确。所以现在呢，我们还是以这个震荡来去看这个纳指就可以了。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接下来就要看一下哪些股票是有机会的。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张图表呢，是特斯拉的日线走势图。那我们可以看到呢，特斯拉在最近的1个月之内，它
从这个7号 K 线开始啊，到现在的一个阶段呢，其实它最低点的话是有在这个400元左右，然后高点的话呢是去到过470元。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过程看它的一个震荡区间呢，大概有15%左右的一个空间。所以在这个地方，其实呢，特斯拉如果说你是短线交易或者是这个做波段的话，你在这个过程中是没有太大的一个收益的。那如果说是做这个中长线的话啊，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它是横盘整理啊，也没有说过多的一个需要减仓的一个动作。那在这个里面呢，特斯拉近期啊，我们可以看到呢，它是频繁的去测试了我们的一个彩虹带的一个中轴的一个位置。所以在这个过程啊，它都是一些小 K 线的一个这个震荡。所以在这个过程呢，我们其实没有说太多的一个交易机会。但是呢，没有交易机会，我们不代表说不看特斯拉，因为它的一个走势呢，最近还是震荡之后呢，它肯定是要选择方向的。它不可能永远在一个箱体这个位置去震荡啊，它肯定要么是选择向上，要么它是选择回调啊，它一定要选一个方向。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它震荡的越久，它选择方向的一个时间来临呢就越快。那我们来看一下，其实特斯拉呢，咱们的一个粉丝朋友啊，对 Lucy 了解的话，就知道我已经近2到3个月都是在跟踪特斯拉的。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一直在强调啊，说它的一个筹码，或者说在这个位置呢是有机构的一个参与的。那在这个过程啊，其实呢现在也能看得出来，只有机构呢能把这个股价啊扛在这个位置，那散户呢是做不到这样一致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其实我们知道它在这个350这个位置呢也有机构，在这个438中轴的一个附近呢也是有机构的一个流入，而且呢时间不太久。所以说在这个地方我们要等待它选择方向的那个 K 线。如果说它在我们的一个彩虹带稍稍的这个要接近粘合在一起之后呢，如果说还能出现这样的一个组合，那我们就知道特斯拉它可能会向上选择。而且在这个地方，大家现在呢就是说特斯拉它如果说它向下的话回调，其实它每一次回调都是机会。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 MACD 在这个位置呢，它是现在不断的靠近这个零轴，而且呢我们的一个快线呢也是这个白线，那它有一点点啊向下的一个这个动作。所以说这个位置我们只要等待那个时机的一个到来，那么特斯拉呢是有机会的。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其实在这个地方呢，可能说它的一个回调，包括昨天的一个下跌，其实低点都没有创新低。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知道它已经出现了什么三彩童子。那其实它这一波的一个阶段呢，出现了一些这个机构的减仓也好，或者说这个有资金流出也好，其实呢没有说太大的一个影响。你看股价都没怎么下跌啊。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呢，特斯拉的话越接近下方，它其实呢越是一个低吸的一个机会。那我们来看一下，其实资金控盘图也有一些端倪。在这个过程，其实我们知道，其实都是这个机构控盘。因为什么？我们连一点点红柱都没有看见，而且这个机构控盘实力非常强。从上一轮拉升，它这个柱体呢是超过25，进而到50、75，是一个强有力的这个主力控盘。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它现在回调其实没有调多少，而且呢它这个有条不紊这个主力资金呢是这个撤退，或者说小小的在这个位置呢是维持它的一个横盘。但无论如何特斯拉现在呢等于说都是一个机构资金的一个争夺。所以说现在呢可以看到，就是说散户呢微乎其微，就是在里面如果说咱们有这个跟上机构去买入的散户朋友们，那其实在这个里面呢等于说这个资金也没有说影响太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你看它这个红柱就没有怎么出现全部都是这个绿色的柱体。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这个特斯拉呢，我们只要等到我们的一个彩虹带的一个边界的信号，或者说止跌阳线出现，或者说我们可以看到说一根这个成交量放大的一种这个 K 线的话，那你就可以跟进了。那我们来看一下我的盘前广播呢，是有给大家去提到这个特斯拉的。那特斯拉的话呢，我们讲到说前一天是这个单针探底试探了彩虹带的一个中轴，那收盘呢没有跌破我们说这个位置我给大家画了2个防守的一个价格，一个是435块5毛7，还有一个是416块5毛7，这2个价格其实相差了大概不到20块钱，19块钱。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呢，其实我的一个参考价位呢，就是防守价格在这2个位置，它不跌破的话，其实也就是彩虹带的一个界吧，就是作为我的一个心理价位。如果说特斯拉再进一步下跌的话那肯定是先出来观望再看。然后呢，横盘震荡的话，其实是面临选择方向，刚刚跟大家讲了，那我们依照的呢还是这个大阴线的一个进退即可。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大阴线，其实指的就是这一个，其实比较有参考意义的。它下方的这根线啊，那昨天的话其实就有一点点跌破了。那它如果说今天还能站上去的话啊，那等于说它在这个位置是假跌破，就像这一天。那如果说它站不上去的话，下面我们的一个参考就是我之前给大家去画的这个周线的一个位置。所以说咱们是什么？咱们就是说你进可攻，进可攻，我们有标准；退可守，我们也知道在哪里呢？我们去放弃它。这个是特斯拉的一个分析。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表呢，是 CRWV 的日线走势图。那我们近期呢，我的一个盘前广播里面啊，没有去给大家去讲，是因为在这一只股票上面呢，我们是从底部去跟踪它的，并且在这个过程呢是有去这个逐日的去分析，包括它的一个形态，我们都是在这个位置呢，比如说缺口去给大家去提醒到的。所以说近期呢，它的一个这个反弹，它在这个缺口的一个位置呢是补掉了一半之后，在彩虹带的一个中轴等于说比较极限的一个位置了，它出现了什么止跌信号这个彩虹带的一个止跌信号非常好，而且呢它走势是非常稳的。所以说连续2天的一个上涨的话，我想咱们的老粉或者说这个 Lucy 的忠实粉丝朋友们看了我的视频很长时间的话，你会发现这个标准或者说这个走势已经是在我们的一个预判范围之内的。然后呢，我们在本周的一个这个直播课程里面，我想领了内部课程的朋友呢，这周的一个体验应该知道我讲了这只股票它为什么会在这个位置去上涨。所以说这个过程就是我们逐日去分析的所以它下一个目标呢，就是它的一个前方这个黄色 K 线的一个高点，就148.8这个位置。那如果说它是一个阳线上去的话，这个没有问题它如果是阳线的话，等于是收盘价在上方嘛，这个到第一个目标位，但它不一定是阻力。如果是阳线的话，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它的一个突破。如果说它是这种就是试探的一个阴线，或者说它是高开在这里之后呢向下走的一个阴线的话，那你肯定要开盘的时候你要先减仓，这个呢是没有问题的。这个是我们技术分析上想要去跟大家去表达的一个这个信号，就是说它是阴线和阳线去触碰这一个位置的话，它的意义完全不一样。所以说大家要知道，如果说你手里边有这只股票，那你是做波段或者做短线的话，最好是在这个位置呢去减一减仓，然后看它后面是怎么走。如果说它后面还能继续走阳线，你再跟进的话问题也不大。如果说它不能走阳线回调的话，那你可以在彩虹带边界再去低吸。那这个呢是我们对于这个CRWV 的一个分析。那接下来呢，我们去看一下，其实其他指标的话你说股票能不能涨或者涨多少，其实我们从 MACD 也能看，它现在呢都没有死叉，对吧？然后呢又出现了一个这个向上的一个拉升，而且呢它的 MACD 呢也是绿柱，龙头引力也不用说了，它在这个位置它是没有出现三彩童子的，所以说现在呢也不用说太大的一个担心，包括呢它的一个主力资金的一个这个控盘也是非常好的，近期它有放大，而且呢它超过25这个位置，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近期有这个资金，而且是这个比较长期的一个资金的一个推动的话，其实这只股票呢后续的一个走势的话，我们还是可以期待一下的。毕竟呢英伟达在这只股票上也没见它减仓，对吧？它之前呢在底部的话，这个位置它是有93%的一个持股，所以说大家呢这只股票的话可以沿着彩虹带去看它的一个高抛低吸的一个位置。那如果说想要去看这个 Lucy 的一个盘前广播呢，有时候会写到咱们财生频道的一些这个内容呢是关于股票的。那 Lucy 的订阅粉丝们注意了像我们的一个这个关于股票的一些盘前广播呢，是咱们财生频道的，会写到我这个近期跟踪的一些股票机会和交易思路，还有一些参考价位。如果说你是新订阅的粉丝朋友们，那 Lucy 呢会给到大家第一个福利是15天的一个体验期，这个盘前广播15天。如果说你现在还没有拿到这样的一个资讯的话，赶紧去找我的助教老师领取。那第二个呢就是下一周 Lucy 和团队的老师们呢为大家准备了内部课程。这个内部课程的主题呢是量化精确交易，那会有为期4天的一个课程。那这个课程呢是香港时间上午10点，是会讲到一些这个量化模型的一些交易的一个方法。所以说如果是你想进一步学习技术分析，那通过技术分析呢看懂机构的动作，那报名方式呢是戳下方置顶链接，找到 Lucy 的助教老师，然后呢给他发送一个口令口令是15数字15，那就可以领取到这样的一个福利福利1福利2这样的一个大礼包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表呢，是 Circle 的日线走势图。那 Circle 最近啊，它的一个走势啊，还是稳扎稳打啊。我们来看一下它究竟呢这4天啊都做了什么。我们来看一下 Circle， 其实啊，近期 Lucy 跟踪的比较多，基本上每一期视频都会有讲它，因为它这个走势还是真的很稳。从5号 K 线到9号 K 线啊，它是一个横盘整理的一个动作，而且呢，现在大家可能也看出来了，从4号 K 线开始，它是一个单阳不破。之前呢有给大家去讲啊，单阳不破这一个战法，那其实呢在很多股票上我们都有应用。现在呢它出现在 Circle 这个位置，所以说近期这个9号 K 线呢出现了，而且是个十字星，就非常好。它现在是什么？站到我们的一个趋势线上方了，而且呢这个趋势线上方和我们的彩虹带呢很有啊这个交叉的一个动作了。假如说这个彩虹带要是交叉上去的话，趋势线下来穿上去的话，其实呢Circle还是有交易机会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啊，它可能啊这个9号 K 线它的最低点都不会去跌破，那么我们就等一个什么阳线的一个信号。那这个信号呢，自然不必说啊，我之前直播是给我们的财生朋友是讲过这个方法的。那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呢，它也在某一个平台啊，形成了一个承压互换，这里是压力，这里是压力，那这个位置呢，形成了一个支撑。所以说啊，单阳不破的话啊，5到8天就是一个选择方向了啊。现在看起来这个5天已经过去了，所以说5到8天是一个选方向的一个动作。所以大家一定要按照啊我们的一个课程里面讲的，它到底是怎样的一个进退啊去做你的交易计划。所以说 Circle 在这个位置呢，它是一个在彩虹带上方啊多方的一个区域的话，现在只能说我们去找一个低吸啊高抛就可以了。那其实从这个 MACD 来看的话，它非常好，它这一段时间啊2周它2条线都是穿到0轴的一个上方了，所以说我们可以知道它从这个弱势区域穿到强势区域了。那我们去这个方法呢应用的话，就会效率会比较高一些。那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啊，其实龙线呢也是慢慢的抬起来。那如果说股价呢能进一步上行的话啊，这个龙线呢有可能会穿到我们的一个加速区。所以说在这个地方，无论是从这个指标啊，还是从这个资金，那资金怎么看呢？资金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稍稍的有一些资金啊，已经连续4、5天超过25了。所以大家要知道，其实呢主力资金、机构资金呢，在这个过程中它是起到了一个稍微进入来主导的一个地方啊，起到这个角色。而且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其实有很多啊这个散户朋友是撤退了。那现在从筹码峰上来看的话，也能看到是不停的有资金的一个流入。所以说呢 Circle 这只股票的话，可以再等一等啊，等一等它的机会。但是它上方啊，它上方的话，其实呢我们以这根 K 线啊去做这个参考就可以了。所以说这个位置啊，这个位置大家可以去这个小小的期待一下。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表呢，是 PLTR 的日线走势图。那 PLTR 的话，最近呢 Lucy 是一直有跟踪它，而且呢会发现就是说它的一个趋势有点想要去突破前期的一个高点，就是190。那在这个地方啊，其实它的一个插曲和故事还比较多的。那我们最开始的时候呢，是以这个9号 K 线的最低点去做防守，这一天呢是跌破了。但我们知道其实 PLTR 的话，它是有这个习惯的。我们再看啊，它之前的一个过程，就在这个过程，它也是一根大阴线插到底，包括这个位置，它也是一根大阴线插到这个彩虹带的一个下方，但是它会经过这个8、9天，甚至是半个月的一个时间，它会这个修复掉并且拉升。所以说现在呢也又同样的出现了这种情况啊，我们看到这一个大阴线对吧，然后呢它会有什么资金的一个流入，而且连续的一个阳线啊，最终它都没有在它的一个下半部去运行，它去这个不断的创新高，最近这个小的一个新高还是这个不断的创新的，但是可能看不出来。那所以在这个过程啊，昨天我们可以看到它都已经啊去这个试图呢去突破它的一个这个阴线的一个顶。那我们知道前期高点190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其实我们就等它的一个什么临门一脚。它如果说真的一根阳线突破了，而且还是在这个筹码峰的一个上方的话，我想这是主力给我们发的一个信号了，等于说它要拉升了，对不对？所以在这个过程我们还是要给多一点耐心在这只股票上。当然呢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就是比较明显的就是我们的一个主力资金啊，在这个位置你说它的一个控盘强不强？它在这个过程中它已经连续很长时间都是在这个50以上了，而且呢是没有太多的一个散户。我们知道啊，只有机构资金能控制住这个股票的一个走势，散户是不行的。所以说在这个地方PLTR 它在这个位置呢也有一些这个金叉的一个意思了出现。所以说呢这只股票的话，大家可以去这个再跟踪观察，一旦出现阳线突破190的话，可能会有机会。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啊，这只股票呢是英伟达的日线走势图。那最近呢 Lucy 没有去讲英伟达，是因为英伟达它在这个过程中它震荡反复的一个走势呢，让人很难拿捏，或者说呢头脑很看不太清楚。但是最近啊，我再画一条线，大家就看懂了啊。在这个地方我把以阳线的这个平台呢，其实这个阳线等于说啊，它稍稍的突破了一点之前那个平台。而且呢，它在这个过程中，其实这2天是我们有这个财生朋友是问过 Lucy 啊，说这个要不要这个减仓？我说呢，如果说你是重仓的话，你肯定要减一减了啊，因为当时是不明方向的。但是它在这一天的时候出现了一个什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位置是一个什么止跌信号。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知道，只要多方带配合止跌信号的话，它是一个拉升的一个过程。而且呢，它近期完成了一个，它在这一根阳线突破了一个平台位的时候，我给大家去讲过这个技术。然后呢，它回踩这一个支撑位也没有破，之后呢形成一个拉升。所以说现在这个位置，其实呢，我想对于英伟达这个比较喜爱的朋友来说，其实是比较好的一个机会。你在这个过程中可以看到 MACD 呢，其实在这个地方，快线和慢线是在这个柱体上方，并不是很远的一个位置。所以说英伟达的话，最近它的一个走势呢，还是有一点点苗头的。而且呢，它的一个控盘资金等于说都是机构在博弈啊，散户呢是微乎其微的。所以说这个过程啊，如果说这个想要参与的话，其实呢，这个英伟达最近啊可以看到，就是说各种投资或者说像新基之门的一些这个科技公司的一个联手的话，现在呢就是围绕着英伟达啊来这个进行。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它的一个这个价格走势啊，也是刚刚在一个彩虹带的一个开口的一个上方。所以在这个位置啊，我们说等于说你在这个地方你不去参与，不去追高，但是它回踩彩虹带的一个附近，或者说它这个缺口没有补，在这块横盘震荡的话，那我们要能看懂英伟达它的一个主力的一个动作。所以说这个呢是近期啊 Lucy 发现它的有一个这个小小的一个变化。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只股票是 MSTR。然后呢 MSTR 的话，因为是这一天啊，我看到之前呢是我们的粉丝朋友希望 Lucy 讲一讲，然后呢我近期也在跟踪啊。那 MSTR 的话呢，它在这个位置啊，其实呢筹码峰是有一些聚集的，但是我们知道上方呢它的一个这个筹码还是有被套牢的部分，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你看它回调的一个幅度还是蛮深的，而且呢它都把彩虹带啊跌破了，它把机构成本线也跌破了，所以在这个位置，它的之前它也还有这个龙头引力的一个聪明资金。现在啊出现了一个消失的一个动作，所以这个过程啊我们要等它真的出现这个止跌信号，因为在这个地方我们没有可参考的，左侧没有可参考的，只能说在这个位置我们以这个大阴线去做参考。所以说在这个位置，为什么说之前没有去跟踪它，就是它的一个股性比较弱，它跟 Coinbase 那简直不是一个级别了啊，不能对比。所以说现在呢 MSTR 的话是相对来说是弱了一些，而且大家会看到啊，我们看到为什么它弱。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个资金等于说机构资金也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个参与，而且它控盘呢也不是很好，并且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散户资金在里面，所以这个位置呢可能还要再去消化一下。你等到什么时候它的散户资金都已经所剩无几了之后，而且呢它的一个机构资金在慢慢增加的话 ，TR 可能才有机会。所以说近期呢对它的一个分析呢就没有说太多的一个表现了啊。这个呢是 MSTR，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啊，主要是看机构资金的一个动作。你像 K 线的话，它现在没有止跌信号。什么止跌信号？比如说像这样的一个组合才行，我们要等多一个什么？等多一个阳线或者2个，确认它拐头，然后我们才能进一步的一个去参与。它现在回调的话，等于说我们都不知道它回调到哪里。那这个呢是 MSTR 啊。那接下来我们来分析一下 2DDT 啊，这只股票呢是我们的粉丝朋友们留言的啊，想要问一下。那在这个过程啊，我们来分析一下。首先从 K 线来看，它回调的过程是有蓝 K 的啊，有蓝 K 的过程呢，等于说有机构在这儿低吸，但不代表说它在这个位置能反弹。它的反弹的迹象是什么呢？昨天是出了一个止跌信号，看到没？这个阳线包住阴线了啊，在这个过程，等于说这个地方有一个小小 W。如果说它还能继续的话，我们还要去分析一些其他的一个这个方法啊。
那就是说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看它为什么下跌呀？其实就很简单啊，有很多散户啊进来了。这个红色的呢，可能代表一些这个散户的一个买入啊，这个越跌越买，越跌越买是吧？而且呢，机构是一个撤退，等于说他们的一个力度呢，其实是相对的。我们散户朋友要是多的话，那等于说机构就是我越打压价格啊，这个在这个地方呢，我越要向下去这个下跌。所以说这个过程呢，我们还是要再等一等。而且呢，我们要去看一下它的能不能持续呢？我们就要去看这一部分的一个资金，等于说在222这个位置呢，到269、270左右，它这一个筹码峰会不会动？如果说它向下，对吧？它这个位置减掉了之后，全部都聚集在这儿，那就没有问题了。那它后续的一个反弹的话，没有什么压力。但现在如果说你想让它反弹上去的话，可能压力比较大，而且这个位置还有什么？还有一个缺口。所以说这个地方呢 ，RDDT 的话，如果说等这个反弹，或者说你想抄底的话，现在还要再等一等，再等一等。这个呢是对于这个 RDDT 的一个分析，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周线，它的周线呢是出现这样的一个散财童子啊，然后呢它的这个周线现在是在这个彩虹带边界，但是在彩虹带边界不一定它有支撑，它最起码说这个 K 线如果说今天还是反弹的，它周线能达到这个阴线的一半才可以，那后续还能再看看，不然的话呢，这一只股票的话暂时呢现在还不太明朗，那这个呢是对RDDT 的一个分析。咱们今天的分析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见喽，拜拜。